回到南市的家里，已经晚上10点了。开门之后，罗勇就喵喵喵地扑上来，翻出肚皮，敞开四肢，任人揉捏，又亲又抱。地板上仍旧很干净，猫砂盆的排泄物也不多，自动喂食机的粮也还有，说明这3天铲屎官照顾得还不错。李延玉给铲屎官转完尾款之后，就拿逗猫棒逗了一会儿罗勇。听着罗勇震天响的呼噜声，他打心眼里认同，猫真是充满神性的动物。猫永远忠于自我，高兴了就获人亲近，不高兴了谁也不理。它们总能问心无愧地接受任何生物的爱，从来不自贬自己不值得，从来不追问自己凭什么。可人不一样，人总是不停地试探、怀疑，即便得到了爱，也不敢大方接受，反而战战兢兢，总是试图证明，要去权衡。所以人才会大方地爱猫，因为在猫面前，人没有顾虑，猫的反应都是真实的反馈，不会故意试探，不会口是心非。说到这个，李延玉就不由得想起，他发现自己喜欢上周易之后的那段少年时光，那真是一段金黄酸涩又充满恐惧感的青春时光啊！试探、怀疑、故作矜持，所有口是心非、虚张声势的事情，他都做了个遍。那会儿已经是高3了，在此之前，他已经从正式和不正式的各种消息渠道得知周易喜欢他。真的很奇妙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都把他当成劲敌，每天都想看他翻车出丑，学习滑坡，早练击鼓。但周易从来不和他作对，完全不接招，甚至还总是对他笑，纯良又无害，莫名就让人感到一丝无从恨起的茫然，以至于李延玉对他的讨厌就变得很微妙，既想讨厌，又讨厌不起来，就开始咬牙切齿讨厌自己，并讨厌自己讨厌他的这个行为。他当时已经有点分裂了，是不是自己表现得不够明显，还是他其实知道，但根本不屑于被他讨厌。但总之，他那时候真的非常在意他。后来转折点出现了，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周易总是每天给他带炸鸡。最开始那段时间，他当然是拒不接受的，凭着不受嗟来之食，这点骨气还是有的。但后来，他发现他总是能源源不断地变出炸鸡，汇集前后3排同学，大家每天吃得满嘴流油。按他的理解，他家里应该是开了个炸鸡场，每天都有许多炸鸡卖不出去被浪费，而如果他不吃的话，就会扔进垃圾桶，日复一日的浪费社会资源。李延玉别别扭扭地接受了，于是周易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地坚持给他带炸鸡，并频繁出现在他眼前，跟他一起学习，看一样的课外书，有事儿没事儿都要喊一下他。他那时候可真粘人，他经常笑，一笑就露出一个梨窝，浅浅地挂在唇边，引人忍不住去戳。他有时候真的不明白他在笑什么，为什么笑，怎么就那么高兴呢？于是经常有这样的对话：你笑什么？不知道，笑总得有理由吧？因为开心。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在写数学卷子的时候会开心，又或者背英语作文范文的时候会开心。难道有人天生爱学习？李延玉心想，原来如此，难怪他总分有时候会超过自己，可能这就是人和人最大的不同吧。有人就是天生热爱学习，因此他看他的眼神不由得又紧贴了几分。就这样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大概是很久吧。李延玉惊恐地发现自己不仅不讨厌他，还对他生出了莫名的情愫，想见他又觉得不安，感觉像发了一场持续不断的低烧，脸颊发烫，心神不宁，自此开始陷入无穷无尽的精神内耗。反正一看见他就下意识想躲远点，但他走了又想追上去。他琢磨了很久，认为自己肯定是疯了，明明他的目标是全年级第1，现在竟然跟自己的竞争对手搞暧昧，这不是脑子有病是什么？难道几个炸鸡就腐蚀了他钢铁般的意志，就瓦解了他要走向人生巅峰的宏大志愿？李延玉害怕又慌张，于是只下意识地遵从本能，看见他就远远地避开。一连2周，他拒绝了炸鸡，跟他说话也是冰冰冷冷的，反正铁了心要跟这个迷惑人的狐狸精保持距离，就当自己在大润发杀了10年的鱼，心比刀锋还要冷；就当自己在凌云峰砍了10年柴，五感比刀锋还要钝。他想，那时候班上有个家世好、学习好的女生叫薛琪，她喜欢周易。李延玉和周易不说话的那段时间，薛琪就特别殷勤，经常看见薛琪穿花蝴蝶似的跑到周易座位上，两人叽叽咕咕，大多数时候是讲题，有时候会闲聊几句，存在感特别强。看见他们2个进进出出，李延玉的思路彻底被搅乱了，完全学不下去。英语单词在试卷上扭曲成团，脑子里都是他朝着他笑的样子。他当然明白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，所以更惊恐了。因此
他就无可避免地更加不想和他说话了，甚至明显到看见他就掉头走。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脑子，只好控制自己的行为。但那2个人经常成对出现，就要在他眼皮子底下谈天说笑，仿佛除了他面前，他们就没有别的去处了似的。直到有一天，学校举行校庆，节目还没表演完，李延玉就摸黑回了宿舍。学校一片欢声笑语，鼓乐震天，但他就是感到孤独，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。没多久就接到了周毅的电话，可2人还没说几句就挂断了。随后就收到运营商发来的短信，手机欠费停机了。李延玉感觉糟糕透顶，一时心里烦躁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过了几分钟，手机收到缴费成功的消息，周毅的电话跟着就来了，他的语气十分不善，李延玉也没个好脸色。2人在电话里继续互喷了近10分钟，都没分出个胜负。最后周毅气急败坏地让他立刻下楼，意思大概是见面继续喷。李延玉还没答应或者拒绝，他就挂了电话，然后关机。下楼前，他下意识想好好收拾一下，又觉得这样很刻意，于是故意披头散发下楼了。楼下的灯光很暗，但还是将他贵重的礼服照得闪闪发光，俊拔夺目。只不过他的表情却很难看。可见面之后，意料之内的吵架没有发生，2人竟然都没有了电话里那股盛气凌人的气势。蔫巴了，为什么不看节目就走了？周毅压低了声音，是单刀直入的逼问。李延玉心里很烦，不想看，看什么呢？看他和薛琪4手联弹，表演默契十足，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。他看不下去，真的1秒也不行。早在1周前，薛琪就有意无意地在班上说起，他们俩要4手联弹小夜曲，而且老师都说他们可以拿奖，索然无味，乏味至极。他对自己挺失望的，这种乱七八糟的不安心烦，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？他也不想这样，有没有什么疫苗可以抑制一下这种症状？你之前不是很期待校庆？他不可置信。李延玉沉默。你不是说你很喜欢 C 大调前奏曲吗？他咬着后槽牙又问，怎么是这首？难道不是小夜曲？你不是要和人4手联弹吗？他自己也没觉察到说这句话时那种掩饰不住的醋意。我是独奏。他咬牙切齿。薛琪是提议了4手联弹，但他想也没想就拒绝了。前些天一直早早回家，就是在练他偶然提过一嘴的 C 大调前奏曲，所以那会儿薛琪一逮着机会就过来劝他重新报曲目，但他完全没动摇过。不只是因为这首曲子练得很顺手，还因为他有自己的私心。他希望他听见之后能开心点，不要生他的气，不要不理人，不管是什么原因。结果他上台之后一直没找到他的身影，演奏结束一问，才发现他竟然早就走了。他气得够呛。李延玉有些诧异，但还是赌气似的别开脸。那又怎么样？周毅不说话了。从前就是这样的，他对他总有莫名的敌意。当他费尽9牛2虎之力向他示好，讨他欢心，他终于肯把善意的目光降临到他身上片刻。但这会儿又回到了从前，他甚至嫌恶到不肯直视他的眼睛。我喜欢你是不是让你感到很丢脸，很恶心？他猝然开口，刚才所有的虚张声势都瓦解了，视线落在地上，恨恨看他一眼后又迅速移开，像是既不敢看他，又期待他的反应。平时那么受欢迎的，永远阳光体面的人，这会儿看起来却那么落拓可怜。李延玉感觉喉咙里都哽住了，心里有个声音在急促地提醒他快点否认。于是他说不是，然后他这才看见周毅缓缓抬眸，眼睛是红的，嘴唇抿成一条直线，弧度微微向下，可怜兮兮地凝视着他。你讨厌我？他继续问，所有气焰都萎顿下来，显得有点脆弱。没有。他也低下头，感觉像是做错了什么，指甲狠狠往手心里掐。他突然向他走了一步，那为什么不理我了？离得特别近，安全距离陡然消除，他甚至能闻到他衣服上那股淡淡的味道，随着体温熏蒸出一股极诱人的香味，令人忍不住起思翩翩。李延玉手握成拳，脸一下就红透了。我害怕。他瓮声瓮气道，像是站不稳，脑子也是烘热的。疏远和冷漠不是因为讨厌，而是因为喜欢。在青春期喜欢过别人的人，一定能明白他那种隐秘又卑微的心态。他故意冷落他，不理他，以为是在惩罚他，但没想到惩罚的是他自己。他当然害怕了，害怕他不喜欢自己，害怕他没那么喜欢自己，害怕他只是随便喜欢一下，很快又会把目光投向别人，也害怕自己太喜欢他，害怕自己太卑微，害怕自己因为喜欢他而变得敏感反常，不讨人喜欢，甚至害怕他知道自己喜欢他，但又害怕他不知道。
喜欢对他来说太可怕了，不像考试，不像学习，有老师的方法与技巧可以学习归纳。在喜欢这件事上，他完全不熟悉，也没有天赋，一切都只能自己摸索，所以只能反复确认，反复求证。他脸红到了脖子根，手也不知道怎么放，长长的睫毛一直无措地闪动着，凝着一点点昏黄的光，像是被人欺负了，特别委屈。周易只看一眼，整颗心软的化成了水，淌了一地。本来积蓄的满肚子怒火，顷刻间消了大半。刚刚还在生他的气，这下又不舍得了，于是忍不住伸出手，握住他的手臂，将他稳住，轻声哄着：“你别生我的气，也别害怕我，你不喜欢的事情，我都不会做。”他仿佛哀求：“你别不理我。”李妍玉红着脸，感觉胸口里挤压着千万只蝴蝶，要破胸而出。那你还和我一起学习吗？他问。他点头。下次我表演的时候，你要来看。周易趁机要求。别和于子逸走太近。他这个人心思重，反正挺坏。李妍玉又点头，抬头飞快看了他一眼，两人的视线猝不及防相撞，发现他白皙的脸也腾的一下染上了红晕，一下子气氛就莫名变了，两个人都面红耳赤的傻站着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还生气吗？他紧盯着自己的脚尖问。生气。他故意加重语气。李妍玉愣了一下，又攥紧了拳头，问：那怎么才能不生气？你每天给我回一条消息。周易说。好。李妍玉想自己一定是疯了，心跳得特别快，但又根本没办法拒绝。从今天开始吗？周易松开手，想和他这样待久一点，再久一点，但又不知道用什么理由。以后我给你带的炸鸡，你要吃光，不能分给别人。好，他说。那时候他的聊天昵称叫欺负猫猫，当晚周易就把昵称改成了猫猫。他回到宿舍，打开消息界面，猫猫，别欺负猫猫，欺负猫猫。李妍玉觉得真幼稚啊，但发现自己的脸又烫了起来，于是扑进被子里，大力捶起了床。次日，周易带了一份炸鸡2瓶牛奶去学校，心里有点兴奋又很紧张，这是他们和好的第一天。然后他把炸鸡放在他面前，咬着牛奶的吸管，看着他鼓起松鼠腮，有些紧张的全部吃完，感觉所有的郁结都荡然无存，终于笑着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。他怎么会这么可爱啊，要人命了，他想。其实李妍玉到现在也不明白，他那时候为什么那么执着地请他吃炸鸡，不是汉堡，不是其他任何食物，就是炸鸡，而他也从来没有答复过。